3D 打印多色模型费材料费时间 ，Snapmaker 的换头打印机是真的快。 想打印大尺寸模型，那这个方盒子就是拓出 HRS 可以完成的单体尺寸，一体成型打印头盔都不是问题。想要高强度零件，这个3D 打印出来不到1厘米宽的零件，超高韧性，我使足了力气也扯不断，松手1秒又恢复了。他们这样拉断的？对，是皮拉拉断的。今天又来到了 TCT 3D 打印展，再看看有什么好玩的3D 打印的内容。距离我上次分享逛3D 打印展的时间也就半个月，给你们看看3D 打印圈现在迭代速度有多夸张，又有这么多上次没见过的新机型、新材料。 新工艺让人眼前一亮，分享一下，看看哪个你能用得上。在设备方面，富智科技推出的全新 E3机型，双打印头，还有个外挂供料系统，专门针对打印 TPU 柔性材料优化了算法和功能件，感受一下这打印出来的模型柔软度。TPU 80A 可以轻松打，刻的话大概能够最软能够干到75A，因为市面上我们还没有找到70A 或者更软的材料。上部的供料系统有拉力检测，并提供了主动供料的动力，这样在打印 TPU 这类柔性材料的时候，就能避免因为耗材被挤出机拉扯，导致挤出不足等情况。 紧了以后，我再给你送一点料；紧了以后，我给你送一点料。哦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。工作人员说，这个外挂模块之后也会单独销售，因为它不只支持这台机器，它是一个独立的模块，理论上它可以用在任何同类 FDM 机型，给你的柔性耗材加一个检测和动力源，降低打印失败率。普罗森在下周就要上线的首台 FDM 多色3D 打印机 Arco， 尺寸非常大，能支持大体积多色打印，打印大尺寸的模型消耗的时间就会非常长，所以普罗森把打印速度做到了1000毫米每秒，相较于大多数桌面级3D 打印设备，打印速度翻倍了。多色盒子也直接带有温湿度的显示以及烘干功能，这些都是它在现场打印出的模型，换色效果还是挺好的，很干净，没有串色。这个一体可动模型打印出来就非常灵活，精准度也很高。希望大家能够在9月15号晚上8点准时关注这个抢半奖的名额。说到最近新推出的多色设备，就不得不看看 Snapmaker U1 了。这台换头实现多色打印的机器，最近的热度超级高，现场也是围满了人，海外众筹过亿。它直接解决了多色换料废料的问题。通过4个喷头切换，不但能实现换色，不同的打印头可以用不同的喷头类型和温度。现场展示的就是一个头打印 TPU， 另一个打印头里是 PLA 打印支撑，换料过程非常丝滑，真的快，而且还能完成 TPU 这类柔性材料的多色打印，给了创作者和设计师们更多的发挥空间。目前应该没有几台机器能完成这样的操作。旁边这台 Snapmaker Artisan 3合1打印机，能直接通过换头实现同一台机器完成3D 打印、CNC 和激光雕刻。早在2017年，他们推出的 Snapmaker Original 就率先实现了这种一台机器能完成多项工作的概念。那这个方向也被延续和发扬了下来。它更适合一些加工空间相对有限的创作者，可以在更小的单位空间里完成更多工艺的制作。拓竹的新机也亮相了展会现场，有了今年推出的双头多色打印机 HRD 为基础 ，HRS 就是在基础上双头更换为单头，头部重量减轻，让它有了更高的打印速度和加速度。如果你主要打印的是大尺寸模型，多色需求相对较少的情况下，那它比 HRD 从价格和效率上都要好不少。这很直观了，直接打出一个大方块，这就是 HRS 能打印的最大体积。旁边的 HRD Pro 是针对企业级的用户，和 HRD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多了个网口，有线连接本地操作，保证数据的安全性。对于个人玩家就不用考虑了。众诚智慧科技的智能3D 砂形打印机，能直接用普通的沙子当做材料，再用特殊的粘合剂打印出沙子模型，不挑沙，而且速度很快，大概4-5个小时你就能得到这么大一个砂模。它能够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，用于金属零件的浇铸，浇铸完成，敲碎外面的砂形，就能得到精致的金属模型了。关键是这沙子还能回收，继续打印使用，所以几乎是一次性投入这个设备，后期花费就很小了。它这里还有蜡质打印机，打印出来是纯蜡材料，精度达到0.02毫米，可以结合湿蜡法，量产超高细节的手势模型。与全场这些创客和工业级设备风格差别最大的，我感觉就是这台叫做田公主的糖画3D 打印机了。把糖块放进去，直接用熔融沉积的方式打印出可食用的糖画，这真是非遗的赛博传承了。在材料和工艺方面，我主要关注了特殊功能的材料，现场有多个主打高韧材料，都是直接打印制作了晶格结构的日用品，例如玻璃的展位、鞋子、脖套、靠垫、枕头，一切你常接触的贴身容易捂出汗的地方，都可以利用这个结构实现轻质透气，而且材料的弹性足够好，让它即使天天被踩，也能持续给到你足够的支撑。它也不只是单体形态，今天已经卖了有500多个这个球了，500多个球，大家都压力中大。这样的晶格结构还能与其他的工艺和材料组合，比如这个背包的背部贴合部分就内置了晶格化贴片，结合这样的工艺，能把我们已经使用了多年的产品突破性升级。还有专注于高性能树脂的 Minic Tech， 这边有个挑战活动，能拔断这个测试件送拉布布。有人不拿，他就拿走了。
你这边关。韧性太强了，第一关都没过去。还有这个超强耐冲击材料，我160斤体重直接站上去，跺脚去踩它都没有问题。植微科技这里的陶瓷打印机，使用陶瓷粉末和光敏树脂的混合材料，用光固化的加工方式，可以做成非常细致的速坯，就能批量得到高精度的陶瓷制品。使用这种工艺可以制作可降解仿生人骨、工业级高精度陶瓷零部件等等。在空实造物这儿看到一个绿色的，有点像玻璃一样的材质，它是耐高温树脂，用它打印出的模型能顶得住280度的高温，承受上千次的浇筑使用，不磨损和形变。不过在现场让我最感到好奇的是这个直接用 FDM 机器打印金属耗材的展示，来自 Metal Shape， 他们的线材中混入了90%的金属粉末，家用级的 FDM 打印机就完成了打印。不过这样打印完还不算完，后处理需要用到他们的设备，1500摄氏度加热，融化这样模型混合的材料，仅保留金属部分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模型会有一定比例的缩小，最终你就能得到一个纯金属件。如果你想体验更多工艺，但是家里操作不太方便，也可以选择佳立创的代工服务，不但能使用工业级的设备来打印，而且后处理做的也非常到位。像这些全彩打印的模型，表面喷了光油以后，有种陶瓷的质感。除了3D 打印，啄木鸟也带来了激光雕刻设备以及创意作品，使用激光在各种材料上完成非常高精度的加工。他们的设备体积都比较小巧，能够手持便携的在各种场景使用，比如在一些市集完成现场的定制工作。其中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一款折叠的激光雕刻机，折起来大小差不多就是一个本子尺寸，充电宝就能给它供电。对于经常出市集或者展会的创客，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。这里还有哈基米科技展示的测试机型，用传送带的形式替换了固定的打印平台，打印完的模型传送带给你传送下来，这个传送带给你传送走，提出无线外轴的概念，实现自动连续打印。如果产品落地可行，那3D 打印农场们可能会整体的换机切换工作模式了。而 TCT 当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展区，那一定是 Genius Hub 这个区域，这里全都是富有创造力的创客们结合3D 打印工艺制作出的作品，脑洞大开，有仿真机械模型。发射完一发，它都会抠出那弹壳往外抛。精致的建筑模型、小型车模，在服装上打印图案等等，大家的创意作品还能直接在旁边的摊位销售，形成落地转化。在这个场地里还做了一个 Snapmaker 在国内首次公开交流活动，有一个小型的 press conference， 注重和我们 influencer 合作的一个公司。我也作为国内创作者和 Snapmaker 的负责人以及海外创作者进行了交流。它的这个反复的换头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个准确度？因为会产生一些反复的摩擦和震动。提到了 U1 打印机快速的打印头切换模式，能够带来多材料结合的丰富创造力。他们前期也找到多位海外创作者，使用多种材料进行暴力测试。U1 的稳定性也经住了考验。在线下逛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和各领域的创客们交流想法，汇集出新的点子，了解行业的发展方向。也许在某一个聊天中的新想法，就会孵化出一个新的独角兽企业。我们也建立了交流群，日常可以一块讨论，有活动也会发在里面。那加入的方式呢，我放在了评论区。如果以上分享对你的3D 打印创作之路有一点点参考价值，也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也会持续分享更多3D 打印相关的创意内容。那咱们下期见。